5月11号，外交部正式官宣，美国总統特朗普呢将于5月13號到15號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他重返白宮之後的第一次來到中國，也是2017年那場故宮之約之後呢，時隔9年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如今的國際形勢早已經和9年前大不一樣，中東的戰火一直沒停，全球能源市場動盪不安。美國最高法院呢還直接否決了美方的關稅政策，讓其關稅槓桿徹底失效。這次華盛頓方面到底帶着什麼樣的底氣和籌碼來北京？大家好，我是謝飛，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其實早在2025年底美國高層呢就已經通過社交平台多次的透露，說計劃在2026年4月訪華。那麼到了今年2月呢，白宮正式確認行程定在3月31號至4月2號。可是呢，沒想到美國和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的這個動武，打亂了原本的計劃。那麼在3月26號呢，美方以這個中東局勢緊張為由，宣布呢推遲訪華，把這個日期就改到了5月14號到15號。最終中方呢在這個5月11號正式確認訪問，時間為5月13號到15號，比美方之前公布的時間提前了一天。外界呢大多認為這調整恰恰體現了中方在這個行程安排上的主動權。與此同時呢，英偉達、波音、埃克森美孚這個花旗集團等等美國企業巨頭也受邀跟着特朗普一同訪華。說到底，帶上這些企業的 CEO， 一方面是為了給這次元首峰會增加經貿方面的分量，那麼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政治上的保險，就是要是能達成商業訂單就能當作外交成果。那要是談判陷入僵局，也能把責任推到商業條件談不攏上。那麼這個峰會召開前的各方的這個布局同樣值得仔細的琢磨。美國財長貝森特呢已經宣布說會先前往東京會見日本首相和財務大臣，之後呢途經首爾和中國副總理何立峰舉行經貿的磋商。中國的商務部呢也證實，雙方呢將於5月12號到13號在韓國開展談判。將以這個兩國元首釜山會晤達成的共識為基礎，就彼此關心的經貿問題深入溝通。那麼從這個2025年的5月日內瓦的首次談判算起呢，中美經貿團隊已經先後在倫敦、斯德哥爾摩、馬德里、吉隆坡、巴黎舉行了6輪磋商。而首爾這一輪呢，就是元首峰會前的最後衝刺。那麼選擇在這個首爾而不是北京先進行談判，本身就釋放出了一個微妙的信號，那就是美方想在元首峰會前先摸清中方的底線。另外，韓國在當前的地緣格局當中的地位也不能忽視，它是全球的半導體的產業鏈上的一個關鍵一環。同時，因為美方把部署在韓國的薩德系統拆卸之後調往了中東，是吧？韓國自身的安全環境也在發生着變化。好了，那麼問題來了，美方為什麼就是這麼着急着要和中方坐到談判桌前呢？第一，伊朗戰事的消耗比美方預想的要大得多今年春天呢，美國和以色列呢對這個伊朗發動軍事行動之後，你看這個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一度就中斷了。全球油價呢出現了大幅的波動，美方高層在5月初也承認，當前的美伊衝突呢其實已經算得上一場迷你戰爭了。這場戰爭呢耗盡了美國的軍火儲備，導致其呢在亞太地區的這個軍事力量出現了一個明顯的空缺。華爾街日報呢就引用了前中東事務的高官的話稱，說如果這場戰火一直拖下去，美方最後只能以這個求助者的姿態訪華，請求中方幫忙推動伊朗接受停戰條件。第二個，美方的貿易槓桿已經大幅的縮水了。在這個今年2月，美國最高法院裁定，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徵收的關稅是無效的。這就直接抽掉了美方對中方極限施壓的這個法律基礎雖然白宮後來呢改用1974年貿易法的第122條加徵了10%的基準關稅，但是呢這條款有15%的上限，還有150天的期限，遠沒有之前的政策靈活也正因為這樣，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呢直接指出說，這次關稅政策的調整削弱了美方在對華談判當中的籌碼。第三，中期選舉的壓力一步步的在步步緊逼啊。那麼戰爭的開支不断增加，加重了美國的財政負擔，國內通脹也一直是居高不下，導致美方的這個民意的支持率持續的下滑。哈佛大學的教授拉纳米特的判斷就很有道理，他說這次會面不是中方主動要求的，是美方找上門來的，而中方也認為對方主動找來对自己是有利的。康奈尔大學的學者艾倫·卡爾森也直言說，中方現在的談判地位比去年秋天明顯更強了。這場中美之間的博弈其連鎖反應還在向更廣泛的範圍擴散，俄羅斯也在密切關注着這次峰會。如果說中美能在這個經貿甚至地區的安全議題上達成某種階段性的共識和安排，那麼俄羅斯呢，在遠東和中亞地區的戰略回旋空間將會進一步的縮小。不過呢，中方對於這次的峰會也保持着一個清醒的預期。就在特朗普訪华前一周伊朗外長呢率先抵達北京外交部長王毅在和他的这個會談的時候重申了中方勸和促談的立場，強調海灣和中東國家應當把這個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研究員紐松的解讀很明確，說伊朗議題並不是中美關係的核心，中方呢不會按照美方設想的劇本去做，更不會被脅迫外交的邏輯牽着走。那麼眼下呢，首爾的經貿磋商能不能為北京的元首峰會鋪平道路？那麼元首會談呢，能不能在台海、貿易、中東等關鍵議題上，找到一個平衡點，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一年中美關係的走向。那麼這次峰會呢，是2026年元首外交的第一步，核心意義是在於確定中美關係的一個發展方向，而不是指望說一次會談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对吧？那麼至於最終能取得多大進展，是吧？能走多遠，還要看中美双方各自的這種誠意和執行能力。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谢飞觀察，也希望各位呢，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